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天看到 Bruce 就知道又是个聊天节目了。一转眼啊，我搬到这个新家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那不断的有留言问我能不能做个 room tour， 那其实挺不好意思，因为我家走的是极简风啊，东西很少，而且呢家里地方也不是很大，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tour 的意义啊。但是呢，我确实有一些关于硬装和软装的一些小经验可以分享啊，我觉得如果能够帮到大家呢，还挺有意思的。那么今天就来做一期影片来分享一下我在硬装上面的4个心得，也是我现在回过来看哦，觉得做的特别对的4件事情哦，希望能够给大家有所启发吧。我是小镇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在海外的朋友呢，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Z 的 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我们一起买了。那我们就要开始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wall molding。那这个故事有点长啦，就是一开始呢，其实我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是觉得它这个装修特别的新，因为房主在大概2-3年前刚刚做过一次大的 renovation， 所以基本上我都不用改任何的格局，其实 literally 我只要重新油漆一遍，我就可以拎包入住的。但是呢，我看着这个白墙哦，就越看越觉得不顺眼啊。其实不是白墙啦，它原来的颜色是有一点点发蓝色的，就是看着这个墙面，我就觉得很无聊，没什么意思。那段时间呢，我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啊，我刷 Instagram 就看到有一个叫 Rachel 的美国女作家啊，我就很喜欢她的帖子，不仅是穿搭我很喜欢，更多的其实是她照片营造的氛围感啊。我觉得她这个家里面的摆设相当好看啊，尤其是这个白墙哦，是有凹凸感的，哇，这个好美啊！如果我家里也是这样，那就好了。那这叫什么东西呢？后来呢，我就去做了一番研究哦，我才知道这种有一点点凹凸感，上面是像格子一样的，叫做 wall molding。但是呢，在美国这里，反正我之前找的几个 contractor， 他们好像都没有做过。每次问他们呢，回答都是扭扭捏捏，让他们画草图嘛，也不是很愿意给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还得要有经验的人做才行啊，因为这个格子跟格子之间的间隔啊，还有这些细节，如果你没有经验哦，差一点点就会差很多。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些人都不能找，我得找一个懂怎么做 wall molding 的 contractor。结果呢，找了一大圈啊，也真的是命中注定了。我找到一个朋友介绍的 contractor， 叫 Jim。好巧不巧，他之前做过好多年的 molding， 而且呢，他做的一些之前的项目都很大，还上过杂志哦。我看了一下他之前的项目，就特别的喜欢，而且他给我报了个价，我家里面 living room 每一面墙加上我的 bedroom 的3面墙，一共我记得好像是$6000，我觉得价格也是 OK 的，那就选它了。那一开始呢，其实我的 brief 就是要做成跟这个女作家家里面的墙面是一模一样这种格子，但是他看了我家的格局之后呢，就给了我一些建议。他说，因为对方那个家那个照片啊，看上去应该是家里面面积挺大的，而且挑高非常的高，所以它的这个 molding 会比较复杂。你会看它外面的一个框，里面还有一个有曲线的线条，比较复杂。那他担心呢，如果我家里面积比较小又没有那么的高的情况下，如果你做成跟 Rachel 一样的话呢，就会显得过于复杂，反而会让家里面显得很小。那我觉得他这个意见还是蛮对的哦。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些图，我们在商量了一下之后呢，我就决定做一个比较简约的那种box 就可以了。但是啊，直到我们在装修就装这个 molding 之前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哦，我又回过去看我想要做的那张图片，就是只有干净的 box 的那张图片哦。我就发现吧，它在上下之间1/3处呢有横线，我觉得特别的复杂，也不是说不好看嘛，我就觉得挺复杂的。但是我家还是那句话，面积不是很大哦，真的有必要还要把上下再隔一个1/3的线吗？会好看吗？
那最后呢，我临门一脚哦，我给 Jim 打电话，我说我们把这根线给去掉吧。然后呢，他比较有经验，马上就画了一个草图，然后第二天呢就在墙壁上画好图片，当天下午就做好了。哇，真的是这个效率太高了！而且啊，他到底是有经验的人啊，所以在格子跟格子之间的距离，还有跟天花板和地板的距离都把控的特别好，我都不需要改的，就是一条过，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相当满意。搬进来之后呢，我也是越看越喜欢啊，因为我家是大面积的白色嘛，又是极简风，东西也不是很多。如果没有这个 molding 的话，我觉得我家都可能像一个医院一样啊，无聊和沉闷。后来呢，我才想起来，我有一个很喜欢逛的电商网站，叫做 Net-a-Porter。他们呢，在很多年前，模特拍照的背景图全部都是有这种 molding 的图片啊。我又再上去找了一下，果然是这样啊。这种凹凸感呢，就会让整个空间呢看上去就有层次感，很耐看，而且会显得比较高级。其实呢，这种有层次感跟我们穿衣服是一样的嘛。我们经常说穿衣服要有层次感，其实我们的家的墙面也是一个道理哦。那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图哦。我在 Net-a-Porter 上面呢找了他们不同的模特的穿搭，你看哦。这张图呢，模特的背景就是白墙，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随便站在出租屋里面随便拍了一下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他站在后面是有 molding 的背景下拍的图片哦，明显就会感觉整张图哦质感就会好很多，感觉这个房子像是个100万豪宅一样哦。比起左边那个白墙，真的是不知道甩出多少条街哦。但其实呢，这2套衣服全部都是来自 The Row 的，就可见这个 molding 哦，就是花小钱能够起到如此大的效果。如果你正好要考虑装修房子的话呢，我会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在墙上做我这样的 molding 哦，效果会很好的。我也会把我的这个 contract 的联系方式呢放到 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在纽约的朋友啊，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装修的话，你也可以找他，他叫 Jim 哦，然后可以给他写邮件，就说是 Jessica 的小伙伴就可以了。这个不是给他打广告啊，他也有很多问题啊，因为没有 contract 是十全十美的，大家可以自行接洽，我只是分享我自己有的 resource 而已。第二个大的改动呢，就是关于一面镜子。在我这个家的过道的尽头呢，本来房主是把这一面墙漆成了深蓝色，和他的沙发是顺色的，而且上面呢有一个装饰画。那么我在装修的时候就在想，哎呀，这个到底应该漆成什么颜色好呢？是漆成白色吗？跟其他的墙面是一样的颜色还是怎么样？其实我是有点纠结的，而且因为我不太擅长挂画，你看我家到现在都没有挂画，因为我不知道买什么画好。而且我觉得有点复杂了 anyways 呢，当时其实我是一度有点纠结的。后来呢，我就隐隐记得有谁说过，说如果家里面觉得比较小，你就装上镜子，装镜子肯定能够让你的家里变大。我就在想，也许这里可以装个镜子哦，所以我就跟 Jim 讲，他说可以啊。所以呢，我就定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镜子哦。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做对了啊。我之后呢，来过很多朋友来参观我的新家，每一个都对我的这面大镜子赞不绝口啊。因为装了这面大镜子之后呢，整个过道就好像变大变亮了，整个房间好像面积也都变大了，就真的起到了一种花小钱有大效果的作用，完全没有想到，所以这个改动我自己也是非常满意的。大家如果在装修的时候实在不知道这一面墙怎么办，也许可以试试看啊，就顶天立地做满一块镜子有奇效。当然了，我现在说的是living room 可以装镜子因为我知道如果是在卧室里面装镜子的话呢，好像从风水上来讲并不是特别好，这就不太建议了。虽然我也不太懂风水但我觉得 common sense 我还是可以的。Anyway 啦，反正就是这个装镜子的这个装修吧，我自己也是蛮得意的。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
之前那个房主呢，他在每一扇门这里的把手呢，都是做的银色那种 knob。那这种 knob 是没有错的，也是很多人装修都会用的 knob， 就普通但是不出错。我当时就看着这个 knob， 我就觉得，哎呦，这看上去好土啊，好傻，一点都不 stylish， 所以我就想着要换一个比较好的 knob。我就问了我的 contractor， 他就推荐我去了中诚。他说这一家的所有的这些 knob 呢都是比较贵一点，但是质量是真的很好，很有质感。我跟大家讲，我那天去，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是去年大夏天的时候我去哦。进去的前10分钟啊，不夸张的讲哦，我就完全两眼一抹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应该看什么。大家懂的，因为你让我去买裙子、买鞋子，这个我很老知，上海话讲。你让我去买这个 knob， 在一个五金店里面，我根本不知道我应该看什么。大家问我你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反正还蛮有趣的。后来呢，好在我等了半小时，终于等了一个女性的店员，比较 nice， 她就帮助我选择了一个 knob， 而且那些 knob 当时断货还蛮严重的了，最后选的那个 knob 正好还是有现货的，我就选了个黑色，因为我的厨房啊还有衣橱的把手呢都是黑色方形的，所以我想我的门呢也选这种黑色方形。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价格了，反正我记得当时我买的时候差点吓死了，就很贵。我记得我当时打了个折，因为我有那个设计师和 contract 的折扣的，但是依然打了个折之后，我记得都要大几百，你知道吗？我当时就坐在那里想，哇，这个也太贵了吧！买3个锁就买掉我小2000美金哦，我的天哪！我当时想，我是不是被人家宰了呀？后来呢 ，contract 说他们那里东西就是比较贵的，如果你要买便宜的，你可以去 Home Depot， 有很多便宜的。我就坐在那个五金店里面 ，literally 啊，我就发呆，也不是发呆，我就默默想了5分钟。我想，这个东西吧，我每天都会看到，每天都会摸，因为你要手放上去要转动的嘛。这个质感差很多，应该你的使用感受也会差很多，对吧？这个就跟穿衣服的基本款是一样的嘛。我想这个钱不能省啊，而且你想，我这个房子，我们就算我住5年好了，也不说住一辈子，对吧？我每天都要去摸它、碰它，住5年，这样算下来，单次成本真的很低的，划算的，不要在这个上面省钱了。后来呢，我就一咬牙一跺脚，花了小2000美金买了3副锁回来啊。那事实证明呢，这个装修我也是装对了，每次我开门关门手碰到这个锁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个质感实在太好了。它呢是黑色的，然后这个框框呢是方的，相对圆的呢，我觉得更特别，比较 stylish， 也和我家的这个 molding 的这个 box 的形状是呼应的。而且呢，这整体这个质感哦，一看就是很贵的东西。所以吧，就是有一些小东西啊，你如果选得好，就能够立刻提升整体的质感。其实就跟我们穿衣服一样的嘛，你可以穿优衣库的 T 恤、Gap 的牛仔裤，但是如果你戴一根比较好、比较高级的项链、耳环，整个人就 elevate 起来了。其实这种小小的配件啊，在我看来跟穿衣服的首饰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门把手这种小地方上面省钱啊，反而你花一点点钱哦，哇，整体的质感就会完全不一样，让你可能100万的房子看上去像500万一样贵。最后那个装修比较大的改动呢，就是装一个大衣橱了。这个之前其实我分享过，我这里再 recall 一遍啊。其实呢，我本来卧室里面呢是有2个衣橱的，除了常规的 walk-in closet 之外呢，之前的房主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衣橱，正好是正对床的。我之前就觉得先不去动它了吧，这个衣橱做的质量也蛮好的，各方面都很满意，我就准备旁边放个5斗橱就结束了。但是呢，在装修的最后几天啊，我看着这个衣橱，我就在想，这个目测我是不够放的啦。我就觉得，要不要下决心，现在就把这个衣橱敲掉，到时候呢，就整面墙做一个大衣橱呢。我就默默的在心里面 debate 了1天啊。到了第2天呢，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跟 Jim 讲说，我们把这个衣橱敲掉吧。他都惊呆了，他说啊，因为另外一边的molding都做好了，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我感觉我应该是不够放的，我们还是现在花点时间把它敲掉，然后赶紧订一个大衣橱吧。然后呢，订这个大衣橱的过程呢，也是相当曲折了，就不说了。最后呢，我还跟供应商在电话里面对吵，我在大马路上跟他对标，你知道吗 ？Anyway 啦，最终差不多历经了3个月的时间，这个大衣橱才最终做完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这个大衣橱呢是顶天立地，完全占据了这一面墙，这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要做一面整面墙的衣橱。那一方面呢，就是你的空间就能够做到最大。第二呢，更重要的就是它因为是一整面嘛，顶天立地，整面墙都盖掉的，所以如果你不仔细去看的话你就不觉得这是一个衣橱，尤其是我选的这个 knob 都是很小很小的黑色，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就觉得它本来就是一面墙所以从空间的角度呢，你并不会觉得好像空间少了一块做衣橱了，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呢，这也是我当时痛下决心要做衣橱的原因那事实证明呢，我这个装修的改动也做对了。现在虽然我有这个大衣橱，我依然觉得衣服不够放但是我常常在想，还好我当时把那个小衣橱给敲掉了，否则我现在更头疼。因为当你一旦搬进来之后，你还要再找装修队进来，因为我们这种纽约的房子装修队进来还要再找 board approve， 又是一大堆的过程，然后帮你拆东西再装东西，我的天哪！还好我当时在装修的最后几天下决心把这件事情开搞，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还是蛮英明的。另外这个衣橱呢，因为完全就是按照我的需求来定制的，里面的格局都是我手画草图的虽然当中也有一些狗血了，但这个成品还是不错的。那么关于如何 organize 自己的衣橱呢，我之前也做过一个长影片大家可以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就可以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还是那句话真的就是没有人会嫌自己的房子大，也没有人会嫌自己的储存空间多的。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做一些 storage 的这种橱绝对是有用的。真的，你相信我，没有人会嫌自己的家储存的空间太多的，没有的。那对了，我之前呢还分享过一些我搬进新家来之后陆陆续续买的小家电还有碗茶具等等的，都是特别好用，能够提升幸福感的一些东西，也很多都是欧洲的小众品牌，大家也可以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那么关于软装方面呢，其实我也有一些觉得买的蛮值得的一些东西如果大家想看呢，我就下一期再做一个影片单独跟大家分享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支视频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觉得还挺喜欢我的还没有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呢，那就记得打开小铃铛关注小珍杰西卡吧，那就能够看到我随时的更新，还有 Bruce 好了，那我们就下次见了，那就这么说，拜拜 Bruce， 拜拜。